因为一等奖项嘛，毕竟是一辆奔驰轿车，唯独我抽了这个一等奖，他说我这个是归公司的，说我没有资格。公司年会迎来1年1度抽奖活动，员工运气爆棚喜提一等奖奔驰一辆，结果 4S 店拒绝兑奖，老板要求员工上交，理由是女员工是公司前台，没资格参与年会抽奖。员工韩女士当然不会接受，直接把老板告上法庭讨个公道。怎料老板竟放下狠话威胁，直言你如果不撤诉，就把你丢进河里喂鱼，逼我签承诺书，这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。据韩女士所述，她在该家房产公司任职前台，平时跑前跑后非常辛苦，可她的不断努力换来的却是公司恶意报复。事发当天，因正值年底，公司开始举办1年1度的年会，原本2个小时的年会时间，老板却画了1个半小时的大饼，剩余半个小时则是抽奖活动。一等奖是一辆奔驰 C 系轿车，2等奖和3等奖全是谢谢惠顾。员工们深知抽到1等奖的概率，堪比江西丈母娘不要彩礼，于是纷纷把奖券扔在地上，圆满散席。而韩女士见奖券扔了可惜，便全部收集起来，连夜开奖。结果这0.001%的概率，还真的让她碰到了。见到奖券上的1等奖奔驰，全家人都喜极而泣，幻想着把奔驰卖掉，从老家全款买套小平米的房子。然而，就当韩女士拿着奖券去 4S 店兑奖时，却遭到工作人员一口回绝。我去提车嘛，4S 店也突然就是说，主办方说这个车子不属于我的。韩女士匪夷所思，质问对方凭什么不给自己兑奖，而工作人员也是开门见山，表示韩女士的公司老板早就和他们打好招呼，声称只要员工中奖就不予兑换，因为奖券是公司买的，所以员工抽中的奖品也归公司所有。韩女士气急败坏，立即找到老板讨要说法，结果还遭到威胁，是打电话发信息给我说我这个属于欺诈，是说挪用公司什么财产，什么说我这个属于诈骗什么的，说他又说报警什么的，各方面威胁我。在老板看来，奖券都是公司花钱买的，所以抽中的奖品也应该归公司所有。而且韩女士作为公司员工，每月都会拿到1-2千元的工资，所以要学会知恩图报，把这辆奔驰上交给公司也是理所应当的。如果韩女士不识抬举的话，那么他就会动用各种资源，把韩女士包装成诈骗犯，让她吃不了兜着走。面对威胁，韩女士依旧不肯服软，随即就把老板告上法庭。在法庭上，老板理直气壮，上一秒还说韩女士是自己员工，下一秒就又称她没有抽奖资格。她也是我公司的一个前台接待，她根本就没有这个资格。可韩女士虽然是前台接待，也毕竟属于公司员工，怎么会没有资格抽奖呢？韩女士认为，老板就是看自己中奖眼红，生怕自己开辆奔驰比他开的车还要好，所以才想尽办法让自己把车上交，这样他就能把奔驰私吞开出去兜风。而老板为了目的得逞，甚至还威胁韩女士要找人把她丢进河里喂鱼，逼我签承诺书，这威胁我说把我扔到河里面去。就算员工在年会上抽到1等奖奔驰，老板认为也要归公司所有，毕竟员工属于公司财产，所以员工的财产也是公司的财产。可在法庭上，老板却开始双标，又表示公司前台不属于公司财产，所以没有抽奖资格。韩女士必须把抽到的奔驰上交公司，韩女士不同意，还曾遭到老板威胁，表示信不信他找人把韩女士丢进河里，让她死无全尸。韩女士将自己所遭受的一切都一五一十告知给了法官，而经过法官调查，发现情况属实，于是做出了公正判决。综合考虑，除了证据之外，那么我们更倾向于一个保护一个劳动者的一个权利，保护一个弱势群体。我们当时宣判就是要求第三人公司，也就是韩青青所在的公司，返还奔驰车1辆，或者是等值的价款。而老板段某得知自己败诉，非常不服气，他无法接受一个员工所开的车比他的车还要好，他都没有开过奔驰，员工凭什么能开奔驰呢？于是提起上诉，结果不出所料，法官维持原判，驳回上诉。可走出法庭的段某依旧没有老实，反而各种威胁韩女士，劝她立刻马上把奔驰过户给自己，否则他说到做到，一定会把韩女士丢到河里喂鱼。韩女士随即拿着通话记录再次起诉法院，段某又因威胁恐吓罪被刑事拘留。这下她终于老实了。随后，韩女士选择了辞职，把奔驰卖掉后回老家买了套房子。事情至此落下帷幕。那么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